华府的智库有一个智库，那智库很多了啊。那民主党智库、共和党智库，有独立的智库，有不同的智库。不过这个智库说呢，台湾现在有500个美军在台湾，因为这次汉光演习也都出动了哦。他们说好像英语教练长没啊，500个训练员啊，说应该撤离，因为否则的话，你不是当时你承认中国跟我们台湾断交的时候，不是答应说这个减少军事的这个援助吗？你搞了500个人再去，那对老共来讲，你当时跟我们建交建个什么？不是对他的挑衅吗？当然这是这个智库的看法了哈。那而且呢，他不只是对台湾啦，他就对亚洲这些国家都是，他在亚洲部署太多的硬实力了，所以硬实力就是军队嘛。哦，美国在南韩将近3万人，在日本将近5万人，哦，太多了。哦，关岛还有，对不对？菲律宾还有，哦，所以呢，这些地方都摆了这么多人，对不对？那你什么意思啊？哦，战争风险会提高啊，所以呢，美国导致的中美军事竞赛增加，你摆他也摆，他摆你也摆，那这是无底洞嘛啊！所以呢，他说台湾不需要直接来保护台湾，要台湾自己保护自己哦，我们干嘛直接保护他呢？哦，所以没有必要直接保台哦，所以呢，美军这500个人要撤离哦。那另外呢，南韩，他说南韩会拒绝介入台海冲突，到时候万一台海打起来，美国家派兵，南韩不会派兵，所以呢，干脆把1半以上的驻韩美军撤掉。哦，现在将近3万人，28500人撤掉，不要搞那么多人哦。所以呢，这个韩在冲突中拒绝美国，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干嘛要去给他驻军呢？哦，我们驻军在他减少他的这个国防预算，那我们叫他帮我们才不帮啊。那其实日本也讲过了，日本说真的打起来，如果美军出动，日本会在这个什么物资方面，后勤协助他一下，也没有说要主动出兵啊。哦，看你美国既然帮英雄，你在美国冲就好了嘛哈。那智库说美国应该只是扮支持的角色，哦，那你这些台湾啊、日本啊、韩国这些应该有防御的自觉，哦，所以呢，兵力分配部署地点都要重新分配。现在不是我们台湾很自豪，我们在第1岛链的中间吗？应该撤退到第2岛链，就关岛那个地方。哦，日本现在有55000个，哦，然后呢，这个撤出9000个陆战队转到关岛，哦，一半回关岛，一半回美国，哦，那另外呢，这个精兵保留9000人在冲绳，哦，而且主要做后勤跟支援的角色，不是到前线作战。战斗如果打起来，日本有自卫队啊，他接手，他自己去打，哦，然后呢，战机也这个移走，哦，然后呢，这个田须获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保留，哦，然后呢，这个海军陆战队 F-35的部署，哦，那这些呢是保留的，但是呢，基地防护力量要提升，哦，反正就是这个兵力的部署分配，那重新分配了，哦，然后呢，这个轰炸机、潜舰打击资产的作战空间，因为你这样调配以后，空间就比较大。哦，而且呢，让日本自卫队扮演更积极的防卫角色。日本为什么经济这么好啊？就是国防的预算太少了嘛。2战以后都是美国在保护他，从麦克斯到现在，哦，他自己不需要什么，连国军都没有，只有自卫队，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美国干嘛保护他？我们美国也没像以前那么强，那么有钱啊，要自己保护自己，哦，所以南韩也是全面撤离地面跟作战支援部队，哦，包括第2步兵师重装部队，哦，都撤掉。哦，减低美军的压力，2个战斗机中队撤掉，哦，然后呢，这个关岛，哦，把关岛规模扩大到15000人，哦，澳洲支援它，哦，其他的岛屿，琉球啦、马绍尔啦，都作为第2岛链的节点，所以整个按照这智库，整个都有这个完全不同的这个部署，哦，跟改变哈。那但是华府也有学者说不可能啦，哦，怎么可能在台湾都撤出？哦，怎么可能？不可能了哈。好，那么现在呢，在汉光演习第3天了，今天干嘛呢？战机这个加油啊，这个战机还热的时候加油，征集物资，设置主决设施，哦，搞一些砖头啦、板子啊，让老共过不来哦，等等哈。换球已经打上来了啦，哦，已经什么自空自海反登陆已经不是了，已经上来了，已经到滩头已经进来了啊。另外呢，国军展开要去保护央航，哦。
保护央行干嘛呢？央行也没什么东西啊，保护黄金比较重要。新店的金店的黄金，我觉得比保护央行重要。新店黄金不要把我黄金拿走啊！央行里面是空，央行里面有什么？印钞票不在那边印哈。那另外，国军自走炮深夜把4个车子撞烂了哈。军方说因为路况不熟所以把车子都给炸烂了。我们看一下。由战备部队派遣 CM2假车，澎湖第1作战区10号晚间执行侧天岛反特攻应援作战任务，模拟敌特攻小组渗入军港设施进行破坏。澎防部机步营快速机动到侧天岛，立刻和驻地守备部队实施任务交接。因为我们用大数据统计，这个地区会发生什么样的天然灾害。白天一早在板桥进行自强演习，和民间业者征用物资，配合军方调度。在战时的时候，支援的车辆怎么辨证也是个问题。北台湾也能直击，在多处河滨公园，爱国者防空飞弹车进驻进行放列演练，民众看得很新奇。另一头在东部花莲的七星潭周边海域架设阻绝设施，防阻敌人登陆抢滩。但就在汉光演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前顾问卡德威和华府智库国防重点发出一份报告，建议全数撤离美军在台的训练人员，以免被认为太具挑衅意味。报告指出，美国目前在台湾部署约500名作为教官的部队，违反美方不在台湾驻扎美军的承诺，可能引发中国的反制和军备升级。在外国这些不同论述情况之下，我们就作为参考就好。因为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的防卫能力，就是不应该去想要依靠其他人的在协助。毕竟台湾就是要自助才有人助。的确，也有华府人员坦言，可能性极低，最主要还是提高自己的国防实力。那将军怎么看汉光41号演习？今天第3天。汉光演习的目的，我当了几十年军人了，汉光演习每年都有人问了，为什么每年都要汉光演习？每年因应敌情变化，因应我们的军力增长，验证作战计划，找出缺点。找到解决方案。那今年的汉光演习把万安演习做了一个完整结合，叫做城镇韧性的演练。我就要讲这个。我今天在联合报写了一篇。那么你不能只喊口号，城镇韧性，其实我就统计了，简单统计，台北、新北、桃园、台中这4都加起来1000多万人口。我就请问第4、第5项演练重点，就已经达到城镇了，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时候，请问这1000多万人，这4都，包含高雄、台南，不要算也就可怕了。民众疏不疏散？疏散多少人？如何疏散？疏散到哪里去？就一连串的问题。疏散，我们台湾很多人开玩笑，打仗到阿里山。或者到什么那个桃园复兴乡，那我们想一想，这次以色列伊朗冲突德黑兰的大塞车，德黑兰这个国际级的大城市，4通8达的路，那么多人开的车，加油4个小时以上，那还没有打到他身边呢，只是已经飞弹跑来跑去了。如果台湾到这个时候，如何疏散？疏散到哪里？这些人疏散了以后的生存条件、饮食、医疗、健康、居住，那么很多朋友问我说：“你跑得掉吗？”那如果疏散不了，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为什么？这是跨县市的跑，叫中央政府有没有规划？所以在汉光演习完了以后，中央政府我们的这个执政党要给人民一个说法。不疏散，就地好，那怎么个就地法？台风台南只有一小小的损伤，就整体而言啦，也很惨重了。6天没电，没电，这可怕在哪里？电话不通，所以现在老百姓买了2万块的发电机干什么？发电，我买发电机，你反正也没办法，我要手机充电，勉强维持生活。如果在那个时候暂时1个礼拜没有电，恢复不了是很正常的。我就问我的很多朋友，现在都是高楼大厦，请问如何处理？他们就问我啊，将军，那政府不管我们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赶快去问发电机哪里有得卖，柴油、汽油准备好。我不是讲笑话啊，卡式瓦斯炉准备好，那个小罐装的多买一点，矿泉水、水桶。他干嘛要水桶？我说你要不要上厕所？一个礼拜没水没电，请问你要不要上厕所？这些都是要生活必须。我讲这些比黑熊讲的实际，因为我在921救灾在灾区40多天，活生生看到没水没电、电话不通、交通中断，看到那些灾民，他们要的是什么？否则就产生疫病，加上死尸。所以我在灾区40多天学到的经验，在看加沙走廊，看这个俄乌战争，我想台湾的场景大家要去回忆一下。那这些要不要解决？要，政府你要解决方案，叫人民去哪里？基本上我的看法，没地方跑，台湾没有地方可以跑，那你就我们讲与阵地共存亡，那老百姓与家园共存亡。桃园靠近登陆滩头那边大楼高那么多，请问他到哪去？这叫军民杂处，在军事指挥上非常痛苦。我指挥我的军队在那边打得很激烈、很牺牲、很惨重，老百姓一大堆跑来跑去喊救命，我是无暇兼顾你。那政府有没有规划？可不可以规划？可以，有最低限度的，有不对称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规划，就是放任人民接受战火的摧残，这是我们研究的结果。我再谈一下美国这个动作哈，美国人的军事战略有4个层面，很有趣。第一个，智库，胡说八道，谁的钱给得多，我爱怎么写怎么写。第二个，美国国务院外交手段讲的天荒地老啊，都是哥们儿，都是兄弟，都是铁杆。第三个 Pentagon， 美国国防部讲的实在一点。你看炸伊朗的时候，川普讲的哇100%把它炸得好惨，1个礼拜以后，美国国防部说了，我们有一定的成果，它有一定的损伤。为什么讲实话？之前的川普第一任要准备动手了，参谋长联席会主席打电话给大陆国防部长，哎兄弟，我们没有要跟你动手哈，3次，这在政治伦理上是违反了，但是在保护国家安全上他是做对了。那现在的再下来第4个，美国总统说了算。所以美国会不会撤这500个一点都不重要，重要在哪里？川普已经讲很多次了，美国再也不会为其他国家作战，美军是为了保护美国核心利益。副总统也说，我们要重新评估对外投射兵力。所以智库再怎么说，放心，他绝不会派兵到台湾来帮助我们。我讲很多次，我在立法院都讲，绝对不会。我可以在这边打包票，以后大家来验证。但是呢，不要寄望了。美国人说的最后只有一个人决定，叫做川普。我说去就去，我说不去就不去。这个人已经疯了。刚刚大家评论很多，他已经打破所有的游戏规则，所有的国际规则，过去的游戏的东西都没有了，就是我说的算。像巴西这样搞法。现在还有一个刚才的议题，我给赵先生提醒一下。这一波关税公布，如果拿战略地图来画图的话，你看中国大陆在中间，整个亚洲地区包含中东，通通都公布了，就中国大陆，你们要靠他还是要靠我？哎，大陆兄弟，我们来谈吧，独漏一块，台湾，所以台湾风险非常大。赖清德讲的话就看出有一些蹊跷了，我们要维护国家产业利益、国民健康。粮食安全，这就是我们的罩门。那美国非在这里弄你不可，你要不要让？只有让，这根本不叫谈判，就是我说的算，你让不让、听不听在你。所以我觉得非常可怕了。我想回到智库了，美国绝大部分的智库是军工产业养的，没错，所以通通是鹰派，通通要买这个军备，通通主张要打仗的。所以今天这个名不见经传。这人都不晓得是他中文翻成什么都不知道的这个小智库的言论是属于少数，所以没人理他。但是呢，我并不反对哦，我觉得他讲话的里头啊是有一点道理。如果你觉得都撤回到第2岛链，
还有很多地方都裁军，美军退回，这个未尝不是一个想法。但是问题是，台湾目前啊，其实是老共老中最屈辱的地方，因为中国都一向主张一中原则嘛，那你要跟我建交要一中原则，只有老美高拐啊，他给他修改了一下，就说你的一中原则跟我的一中精神不一样，而且呢，我卖军火给台湾，这是21世纪新版的，对中国来讲是一种国耻啊。更小一下国耻，但是呢，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他抵不过老美啊，所以呢，他在台湾这个事件上，就是说老美更进一步卖军火的话，我就用飞机来绕。所以呢，这个智库建议说我们退一步，但是你是没有条件的退，这个不合老美的精神。因为现在在台湾是双方紧绷，老中吃亏，老中更小。但是他没办法，所以你说我退让一步啊，什么条件都没有，这个怎么像美国人呢？你要退可以，但是呢，我觉得他起码要求老共，你就不要对台湾武吓，可以吧？对不对？我不卖军火给你，我不训练你的部队，但是你为什么一天到晚生气呢？我这些都不做了，你就不要武吓，要谈一下，两边都退一下，我觉得是台湾人的福气。休息一下再回来。这是台风丹纳斯把这个光电板大概摧毁了大家才发觉原来一场春梦这个哇，原来光电多美啊，绿油油的没有核电啊，多好啊好了，搞了半天春梦一场，事如春梦了无痕，还有痕，而且他那个架子在海边，垃圾一大堆所以他就想说会不会有污染呢那他们现在跟我们讲不会那是矽晶板做的，没有污染。但是你没有破是没有啊。如果你碎了以后会怎样？里面的什么铜啊、银啊，甚至焊接的铅啊等等，那个是怎样？海水不会把它侵蚀啊。你跟我讲都没问题啊。那如果碎了以后，那个鱼傻傻的不会把它吃，鱼的塑胶袋都会吃，它不会吃那个东西啊。那怎么办？所以本来就不应该嘛。这东西你放在海面上，台湾那个海平静的时候多美啊，海凶起来的时候多狠啊，多凶狠啊！你搞到那个海面上，你看那个台风以前基隆那个后会起重机的都会断呢。我们那个海上风电那个都要非常非常稳固，那个花很多钱，地基打得非常深。你搞个光电放在海面上，然后随着随波逐流，你以为就能够撑过去？这一看就知道不行了嘛。而且你不能先在成大的水工实验所先做看吗？看几级风浪啊，受不了吗？就人家风洞实验，台大农工系跟土木系也有水工实验所，成大水利系也有水工实验所，先稍微做一下，花几亿在海上试试看，通通没有了。到底在干嘛？好吧，那现在呢，光电板，志宏池也是，你看志宏池什么都是，然后所以嘉义县的居民也有污染了然后这个苏玉峰医师最有趣，因为他是嘉义布袋人。然后呢，他在布袋长大，他这个重灾区这是新温，是他阿公的老家，所以他就讲，意思是说呢，这个光电很惨，结果就被青鸟骂，说滚回中国去，就说滚回中国去。但我滚回中国，我的老家就在嘉义布袋啊，我家蔡同荣家对面呢，我家，就我滚回中国去，批评都不能批评，你们这在搞什么？那些青鸟是真的是那经济部说，你们再呛我们光电造谣，我们就报警。黄国昌就说：“你吓谁啊？我们被吓大的，要报警，先从旭东这个公司开始吧。你报什么警啊？都不能讲啊，什么造谣所以呢，联合报说经济部敢恫吓媒体然后部长被指红色破口没动作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之前说他的崇越集团帮助中兴进口关键的原料了，所以当时有这样说了那这次不查一查，到底有还是没有那另外呢，台南也很生气，台南说光电板越多地方停电越久。照理讲，你光电板多应该有电啊，但问题是电那么台风来了，风也没有啦，对不对？吹垮啦，阳光也没有啦。
哦，所以呢停电越久哦，所以他一张图哦标给你看哦，气得要死哈，说呢弄了个半天哦，这个怎么会这样？而且台南因为那边余温很多，台湾虱目鱼温呢是很多哦。我初中的时候每天骑脚踏车是经过虱目鱼田，很漂亮，鱼啊在阳光下这样这个在空中这样跳来跳去，很美啊哦。但是问题是这个。你在上面搭光电板，还说什么鱼电共生？鱼电共什么生啊？没办法，对不对？这个鱼死电生，电可能鱼都很难活了哈。好，那另外呢，这个因为设备被吹爆了，在嘉东啊、屏东，所以呢，这个系东哦，环保局说呢，清运费50万，罚锾另计哦。另外呢，再罚你钱啊、但是呢。光清运也要钱啊，等等的。屏东县政府也说不可以啊，不可以生气的啊，等等。哎，你们前县长，你们一堆人都跟他有关系哎，哦，发生这些事情的交代不过去的哦，这好像一副好像很生气的样子。那平常没有管他，平常不知道这危险吗？这个伟杰怎么看？我想登纳斯台风哦，创下了几个纪录啦。除了它的登陆点哦，在120年来第一次从嘉义登陆哦，那也借由这一次的台风呢，把整个台湾的光电的产业哦。做了一个全体的一个总体检哦，所以不管刚刚提到说，这个光电本来是希望说它可以借由光电的一个产业来发展，不管是绿能或者是可以发电的，但是呢，这一次台风过后，整个南台湾，不管从嘉义到台南，甚至呢屏东。这样的一个光电板的一个处理，却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哦。它不管是刚刚讲的，这些东西该如何来善后哦？你说这个罚他说这个清运费多少？但是我们要质疑的是说，其实我们一直长期在质疑说，整个南台湾在这个光电的铺设上，对于整个环境的损坏，对于环境的污染，甚至对于农业的一个侵蚀。但是呢，我想执政党的完全都不闻不问哦。那包含在这一次这些事件之后，说真的，很多的这个媒体的揭露也是比较保守的哦，也只有在很多的网络社群有把这些照片啊、影片播出来让大家知道。但是呢，我想整个执政党对于这些问题、产业的发展的状况有没有做一个完全的一个说明？我想。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特别的说明的哦。你说包含到赖总统到南部去勘灾，奇克他应该去看海边看这些光电板的一个状况，他去看这个文旦柚的一个发展，那告诉这个文旦长得怎么样？我说这让大家感觉非常的讽刺哦。所以我就觉得说，整个执政党面对他过去他所长期的，他认为说好要发展光电，那这个光电该怎么发电？但是呢，刚刚提到。电还没有发，但是呢，可能农业的损害、渔业的损害已经造成这么多了哦。尤其在这一次经过整个这个台风过后，整个海岸边呢变成这样的一个到处都是光电板的一个状态啊。你说这些光电板未来该怎么样来处理？我想这个都是过去很多人在质疑的，就是说发展这个绿能这个光电，你未来该怎么样处理这些光电板？你也没有一套完整的说明哦，所以我会觉得说，整个赖总统呢，把整个国家社会呢除了呢在这段时间就是所谓的大罢免，但是呢对外关税没有一个着落哦，我想。在这个进行当中，他当时说安心税我想这个税应该是税率的税啦可能未来要吃内脏未来要吃这个来剂的增加，但是呢，对内一样的我们的产业、光电能源都没有一套完整的说法，就全部把它 focus 在大罢免上，想借由大罢免来掩饰他在对外的这个无力，对内呢也无能所以我想。这个是这一次借由丹纳斯台风，我们看到整个国家的一个现况。那我们也希望说，整个政府应该针对这些事情，好好让民众了解，到底未来面对这些事情，我们这些不管是有做光电产业的，或者说我们这些民众，或者我的住家附近遇到这个状况，我们该如何来处理？一个完整的标准程序 SOP 应该好好的告诉我们的民众。我要补充一下因为呢，经济部不是说大家在讲那个光电板的话，它叫告吗？对。我这边因为台湾有个上下游市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知不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媒体他关心农村，对，他就是关心他在之前的时候，他就有报道，旭东科技呢，在这个屏东的海上的光伏电台，他照得非常的清楚，那个光就是光电板，还有它的那个浮具，然后呢，等到风灾了之后呢。那经济部不就是发声明吗？说我们已经在台风前就撤下了光电板了纯粹是抗风浪的实验。然后上下游呢就去联系这个能源署旭东公司，请你提供你拆除光电板的相关照片和资讯，到目前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所以我说有民众呢有拍到一些
这个幅的光，不管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黑的这个幅距哈，或者是说呢，他们怀疑呢是有光电板在这个底下的，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就说你本来在那个地方架设，旭东那边架设，你就是要做海上的这个测试嘛。那你为什么？那你既然说你在这个台风前的时候就把它弄下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这不是一个小工程哎，你总要有记录嘛。那你为什么？你如果来得及的话，你这些为什么来不及拆？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很大很大的问题。而且这一段时间以来，因为呢，绿电好像变成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尚的一个议题，所以大家呢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说啊，我们不反对绿电，我们不反对光电。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大家要好好的想一想，台湾最珍贵的资源是我们的这个岛屿，然后呢是我们很难得的海洋资源，我们很稀少的稻田，以及我们的渔温养殖业。台湾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们的林相哈，我们的所有的，我们从热带到寒带都有哎。然后今天他在高雄呢，为了要种这个光电板，一挖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山坡地，那遭到侵蚀。然后我们的海岸线也不过就是这样的如此。然后这样子，不管是风电也好，离岸风电也好，而且现在这个光电板简直是已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它已经坑杀了我们在台南的养殖的渔业也好，或者是农业也好。为什么到面临到这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环境部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我们还是没有看到我们的经济部、我们的这些相关的部门来为我们这一块，我们真的是就国家来讲，我们就台湾的这块土地来讲，我们光是防御这些天灾就没有韧性了。这个时候还在弄那个汉光演习的时候，你知道东南部的灾民说什么吗？因为呢，国军呢都去忙汉光演习了，所以说为什么这次的风灾这个灾损的这个状况，他们很难清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啊。他这是这个汉光演习摆在这个时候，就是为了大罢免加温。是啊，你们搞这个是在干嘛？他就哇不得了，老共登陆了，所以呢，你们国民党这些委员都是跟老共唱和的，所以呢，我们恨老共，但是我打不到他，就打你国民党这些委员，在这边扩大后备军人，动员2万多人。在这个时候，赖清德就下令停止汉光演习，赶快去救灾。你南部那些渔民、农民水深火热，我告诉你，台南的这个莲藕田全部光光。他们照片给我看，莲藕农1年的薪水通通泡水，麻豆的文旦90%通通掉到地上。对，那我本来以为文旦掉了，大白柚会晚1个月比较好，大白柚也是满地都是，农民损失多惨啊！这时候你还不去救灾，还这么演习，还是什么老共打上来怎么办？哦，这不是我讲，很多人已经跟我反映了，说这个时候还搞什么汉光演习啊？老沈，你们台南啊，你的故乡啊？怎么办啊？我觉得光电板或是风电啊，在南部是比较多的地方啊，所以它现在的毛病也渐渐比较的明显。刚刚乃金讲说，本来台风之前就要拆的，那台湾1年起码有10个台风啊。他说他拆的，他说他拆他有预警，他在怀疑了。旭东说他们拆了，他说他把它拆了，那么大怎么拆啊？而且那它焊起来怎么拆？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你们不要抢话。好，你说。我跟你讲，如果台风要来就要拆的话，才不正拆。那你台风没来，台湾1年10来个台风，知道，那你就不能设了，你知道吗？但是呢，我觉得所谓光电板啊，或者是这个风电啊，就是算是一个很大的绿能的突破啊！你不能因为有这些就觉得说因人肺炎啊，所以这个就不应该。我觉得不能这样讲。但是问题是，这里头的利益的纠葛，你讲到农田，你讲到温啊，南部台南其实都是虱目鱼的鱼温嘛。为什么鱼温的温住？为什么农田的业主都愿意把它就是租金高了，就改成光电板？租金，因为利润跟他原来养鱼啊，跟他原来种田啊，高不晓得几倍，起码10倍。我跟你讲，附近的人看起来都羡慕的要死啊！你知道说非常羡慕，所以呢，我觉得当初要做这种实验，难道没有一个 proposal？ 难道没有讲到说可能的利益、可能的缺点？难道当初核准的、批准的这个人没有想到这些？真的是很丢脸的事情，因为这个钱
还是最大的动力。第一个有没有想到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呢，炒这个一期政府还补助以后呢，股票涨了4倍啊，老沈啊，这个有没有赚钱不知道啊，哦，那基本上你自想海是多么凶险啊，你在农田上搞就已经风一来就不得了，海上你怎么可能在海上撑？就那一片，你怎么撑？你告诉我，你想也想得出来嘛？连海边的那个，所以海中那个风电都很危险啊，都会吹倒啊。你个光电板，你是想些什么？你全世界有谁做成功？你给我看看。主持人，我告诉你一个金钱伟大的推动力。你晓得电动车出来以后啊，有公司啊就说我要在美国全国啊要设电桩，让大家插去就充电，电器充电，哇，这个多大的财源啊！你晓得他那股票刚出来的时候，股票卖到多少？你知道？1200块美金。那现在呢？1块半。吵嘛，你画那个美梦，要画美梦都很容易，描述都很容易，但实际上是很困难。而且我讲，你不要拿海上做实验嘛，你在实验室里是可以做的。哦，水工模型做一做都可以，然后再做成功，再到小的地方去做。那一片台风一来，你说你猜你怎么猜？我不知道，你猜你放在什么地方给我们看看呢？你现在猜一下，总有一个地方放吧，开放给大家看看啊，照相啊，拍一拍啊。不是很好吗？而且你怎么猜？你又不是活动的，我们推出去收进来，你一定是焊在那个架子上，你怎么弄嘛？你用什么焊？那个焊的金属有没有问题？都告诉我们一下，让我们长知识啊！休息一下再回来。黑水沟变成